最近呢，我有帮日立公司做了一系列的厨艺活动，那里面有一道菜，我觉得反应非常好，然后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虾仁饭。不是虾仁炒饭哦，虾仁饭就是台南府城他们的这个传统小吃黑林崩。那传统的虾仁饭的做法是，它先熬高汤，熬好之后呢，再来爆香这个蒜头、葱、虾子下去爆炒之后，饭下去，再汤煮出来。其实它的做法很像炖饭，但是今天我有稍作改良，我用一锅到底的方式，让大家都可以在家里轻松做出这个名店级的小吃料理。我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食材虾子。正统的虾仁饭，它要用的是灰熊黑火烧虾那个是南部特有特产的一种虾子。那火烧虾其实你在传统市场或者是一般的量贩店跟超市不容易买到。我这样研究一下，网络你可能在虾皮或者是一些特定的通路比较买得到这种火烧虾。没关系，我们没有火烧虾，用一般的白虾或炒虾来替代，因为反正我们自己在家里吃的嘛，没关系。来，首先呢，虾子，因为我今天买的呢是这个冷冻的白虾，买回来冲水退冰之后呢，来把虾头、虾壳分开。好，这一盘是虾肉，这一盘是虾头、虾壳，等一下要分开去料理。今天的高汤除了一些天然的蔬菜之外，还会有这个虾壳跟虾头的精华在这一锅高汤里面。它是虾仁饭的灵魂。那我现在先来处理爆香料，葱呢先切小段，因为这里要爆香的。切好之后，直接先放进来锅子里面。来，蒜头好带皮的比较香，洗干净之后直接压扁，也一样丢进来哈。好，再来是洋葱，洋葱去皮之后，洋葱切小块。这一些的辛香料下去之后，来。开大火，然后锅子里加1大匙的油，要用猪油下去炒也可以，香气会更香。好，那这些辛香料用大火炒了2分钟之后，它稍微上色，香气也出来了。虾头、虾壳这个时候下来，虾头、虾壳下去之后，继续保持大火。再炒3分钟，把虾头、虾壳它的香气，还有里面的膏的甜味炒出来。3分钟到你看到炒到你会感觉虾壳的香气出来了。好，先关火。来，这个时候先来调味，黑豆酱油2大匙，米酒2大匙，1/3小匙的白胡椒，少许就好了。好，这个时候继续开大火。我跟大家讲先不要加水，它现在香气出来的时候，你先加酒啊、酱油啊这一些，让香气炒出来，会比你炒好加水来得更香。好，你们可以试看看。好，这些调味料下去之后，大火煮差不多1分钟，把香气煮出来，感觉好像浓缩的酱汁这样。这个时候1500cc 水，直接倒下来。现在要开始熬高汤。水加下去之后，萝卜我们切一点萝卜下来。这个萝卜就是要熬汤底的，因为我喜欢这个汤底里面有一点萝卜的香气跟甜味。那你把它切片状，等一下这个萝卜也可以吃，你就很像在吃关东煮的萝卜一样。再来昆布，昆布呢直接剪短一点放下来，昆布也是增加它的鲜味。那我有看到观众朋友都在问我说，这个昆布去哪里买？买什么牌子的？那我这个昆布呢是其实你在量贩店、超市都买得到，真空包装，然后基本上都是日本进口的，蛮小包，蛮精致的。像我用的这个就是日本北海道利高昆布。来，接下来放入柴鱼片跟蛤蟆。那我放蛤蟆呢，这是我自己的小小变化巧思，因为我觉得
把这一锅汤的鲜甜味道整个带出来之后，再来做这个虾仁饭。因为高汤是虾仁饭最重要的灵魂，所以我想要把这一锅高汤让它的自然鲜甜味，让它再更好一些。好，这个高汤熬好了，来萝卜先捞起来，因为萝卜等一下可以单独变一道菜，它就是卤萝卜。还有这个昆布也可以另外捞起来，其实切都还可以直接吃，因为它都有吸满这个汤的精华了。好，再来是把里面的刚刚的炒料、高汤料、虾壳全部捞起来，然后压一下哈，把它的精华压出来，尤其是这个虾头、虾壳里面，它会夹带一些高汤。好，我们这一些好把它滴干净一点，它的鲜甜味都藏在这个细节里面。来，高汤捞干净之后，把白饭加下来。这个用隔夜饭最好吃哦，因为它在吸里面这个汤的精华会更快。其实有一些传统做法是会把生米一起下去炒，然后最后再把高汤下去，慢慢有点像在煮炖饭一样把它煮熟。如果有到台南吃这个虾仁饭的人应该知道，虾仁饭真的很像炖饭。它刚上菜的时候呢，它是有一点湿湿的，好。你要说它是泡饭呢，就是有一种饭哈，它有泡到汤，然后吸饱满的那种感觉。好，开始调味，盐1小匙，味淋1大匙，白胡椒粉1/3小匙。来，那在这个饭快煮好了之后，再把虾仁最后放下来。来，这里我跟大家分享哦，还有一种做法，好，虾仁还有一种做法，就是刚刚我们不是在炒这个高汤的料的时候，你可以虾仁跟着下去炒，但炒到大概7、8分熟的时候拿起来，然后这个饭煮好了之后，最后下去拌几下也可以，这样子的香气也蛮香的哦。这2种方式你们都可以尝试看看。来，虾仁下去之后煮熟就好了，下去其实差不多1到2分钟就熟了。好，来。锅，其实虾仁饭刚盛盘的时候会是这种感觉，但是它放一下遇到冷空气，它会缩的时候，饭呢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湿，吃起来感觉就很像那种拌了卤汁的饭一样。再来一点葱花撒在旁边哈。今天的虾仁饭我稍作改良之后，把这个繁复的过程简化，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煮出一锅好吃的虾仁饭。那旁边的昆布跟萝卜更是凉拌小菜配着虾仁饭，对味又下饭。明天晚上你也买材料回来试做看看，这一锅虾仁饭，相信您的家人、小朋友都会抢着吃光光。上菜。